前2天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发话了，承认冲绳人民为原住民。这句话在联合国说出口的那一刻，日本的心脏停了半拍。别小看这短短一句话，但它背后隐含的意思，堪比一记地缘政治重拳。这相当于公开问日本一句：你确定冲绳真的是你的？于是琉球新报第一时间炸了锅，日本外务省还没来得及表态，冲绳人就已经在网上转发庆祝，终于有人记得我们是谁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琉球是什么？是明朝的藩属国，是受中国册封的王国。从年号到服饰，从文字到礼制，满满的都是中华印记。他们的国王印章是清廷赐的，他们的海上贸易是靠福州的36姓闽人帮着做大的。连史琉球录里都写得清清楚楚，9米岛是中流的界限，所以别扯钓鱼岛，那压根儿不是琉球的地。只不过这一切在1879年被日本用枪给改写了。那一年，日本吞并琉球，王室被废，语言被禁，文化被抹去，琉球人从此改名叫冲绳县民。这是殖民，不是融合。鲜血征服，强制改姓，哪一项不是殖民教科书？而中国当时呢，衰弱内乱，割地赔款，想帮忙也无力回天。但历史不是谁说了算的，它在档案里，在墓碑上，在文化里。2战后，波茨坦公告第8条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日本的主权范围为本州、九州、4国、北海道，至于琉球压根儿没提。罗斯福甚至提议过要把琉球交给中国托管。结果美国托管了20多年，转身在1972年居然自己拍板把行政权私相授给了日本。一纸移交就想洗干净法理上的模糊地带，想得美。于是近日在联大3委上，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发言，谴责日本政府对冲绳人等原住民有偏见，搞歧视，要求日本政府停止。这番表态是国际上第一次把冲绳民众当作原住民，于是他直接引起了日本媒体和学界的高度关注。许多日本分析人士感觉这一发言似乎暗示着中国对琉球主权的争夺，但日本应该是误会了。从中国政府一贯的作风来说，这不是主权争夺，而是一种信号。如果日本胆敢在台海问题上激进，中国就会打开另一扇门，支持琉球的自决权。不过有一说一，冲绳人对日本的不满其实早已有之。琉球的土地面积只占日本总面积的 0.6%， 可全日本 70% 的美军基地都集中在这里，每天基地里的飞机低空掠过，轰鸣声不断。更让当地人愤怒的是，美军士兵醉酒后打架，甚至犯下各种恶行，却能凭借日美地位协定逃脱惩罚。这份协议几乎让美国士兵成了不受当地法律审判的特权人种，所以你说他们会甘心接受吗？显然不会。民调数据很能说明问题，70%以上的冲绳人明确反对美军基地的存在。可遗憾的是，他们的声音在日本国内根本没分量。东京方面一句为了国家安全，就能把冲绳人推到前线。再说说更戳心的身份认同问题，2022年的民调结果特别扎眼，只有 16% 的冲绳人认为自己是日本人， 24% 的人坚定地说我是冲绳人，剩下更多人选择了沉默。但这份沉默不是默认，是攒了太久的绝望。从日本吞并琉球开始，他们的语言被禁止使用，老一辈教孩子说琉球话都要躲着人，传统的服饰节庆被一点点改成日本样式，连祖辈传下来的历史都被从课本里删得七零八落。在日本社会里，他们永远是外来者般的边缘人，哪怕是自己的名字都要被迫改成日语发音，连称呼自己的权利都被剥夺。其实冲绳人不是没为自己争取过。2018年，当地的活动家特意跑到联合国原住民论坛，请求承认冲绳人的原住民身份，可日本代表当场就拒绝了，还说日本只有阿伊努人。可联合国对原住民的定义早就写得清清楚楚，在殖民者到来前就生活在当地并保留独特文化的群体。对照这条标准，冲绳人完全符合，根本没理由被排除在外。所以这次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提到冲绳人是原住民，不只是外交层面的一次表态，更像一记敲在历史上的钟声，是对过去的清算，也是对当下的提醒。
他明明白白告诉日本，别总拿着自己编的历史说事，这世上不是只有你会讲历史，琉球的过去，冲绳人的遭遇从来都不是你能随意掩盖的。其实琉球群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，那个时候英祖王朝崛起，奠定了琉球早期的文明基础。1372年，琉球与中国正式建立了朝贡关系，开启了长达数百年的藩属国历史。琉球国王中山王查度主动向中国明朝称臣纳贡，派遣使者前往中国学习汉文化。这一行为不仅巩固了琉球与中国的政治联系，也深刻影响了琉球的文化发展。到了15世纪，上八智统一了琉球群岛，建立了尚氏王朝，琉球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随着福建36姓移民的到来，中琉两国的联系愈发紧密，琉球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的延伸。可这片宁静的海域却在1609年迎来了第一次巨大的动荡。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，屠杀了大量琉球人民，掠夺资源，并强行将琉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。自此，琉球陷入了长达数百年的日中两属时期。一方面，他继续向中国称臣，保持朝贡关系；另一方面，他不得不屈从于日本的控制，成为萨摩藩的附属。1609年，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，标志着琉球与中国藩属关系的逐渐动摇。虽然琉球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，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屈服于日本的武力。日本的入侵不仅改变了琉球的政治命运，也深刻影响了琉球的文化、经济等各个方面。1872年，日本明治政府强行册封琉球国王为藩王，进一步加强了对琉球的控制。1875年，日本更是加大了对琉球的压力，要求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宗属关系。但琉球国王拒绝了这一要求，公开表示不能忘记中国多年来的恩情。最终1879年，日本正式宣布琉球处分，废除了琉球国，强行将其改为冲绳县。琉球人民对此发出了强烈的抗议，派使者前往清朝请求援助，但清政府此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，根本无力应对日本的侵略。琉球就这样被并入了日本，成为日本的一个县。从1609年到1879年，琉球经历了长达270年的苦难历史。在这段时间里，琉球人民不仅要面对来自日本的压迫，还要在夹缝中维持与中国的关系。这份双重身份使得琉球成为东亚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，也为日后围绕琉球主权的争议提供了充足的历史依据。1945年，伴随着日本的战败，波茨坦公告明确指出，日本的领土范围应仅限于本州、北海道、九州和4国，琉球群岛并未被列入其中。这一条文无疑为琉球的未来打开了另一扇窗口，可琉球的归属问题并未得到立即解决，反而在战后成为了国际政治博弈中的一枚棋子。二战结束后，琉球被美国军队占领，成为了美军的战略基地。面对这个被战争蹂躏的群岛，蒋介石原本有机会通过波茨坦公告明确提出琉球的主权归属问题，但蒋介石再次选择了沉默。中国失去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机遇，琉球的命运被交由美日之间的谈判决定。1972年，美国将琉球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日本，琉球正式被归还日本，但这一决定并未得到琉球人民的普遍认可。许多琉球原住民公开表示，他们希望琉球独立，甚至回归中国，认为琉球从未真正属于日本。蒋介石的2次沉默使得琉球主权问题变得更加复杂，历史的齿轮转动，错过了收回琉球的最佳时机。2022年，日本宣布举办冲绳县回归50周年的纪念仪式。然而，这一举动引发了琉球人民的强烈反对。15万原住民公开声明，这里是琉球，不是日本。琉球人民的抗议声中隐藏着对历史的深刻反思：琉球是否真的属于日本？而近年来，围绕琉球主权的争议也愈演愈烈。中国的官方媒体《人民日报》多次发文，呼吁国际社会重新审视琉球的主权归属问题。文章明确指出，琉球问题是时候在意了。这一表态不仅反映了中国官方的立场，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。对于中国来说，琉球群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。作为中国东太平洋的咽喉要道，琉球的归属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地缘战略安全。因此，琉球问题不仅仅是历史遗留问题，更是当今国际政治博弈中的一部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